乔飞，乔飞，乔飞在吗？他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无可奉告。我跟你说，我找他的事情可关系到他的前途，赶紧告诉我。我已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了，我不可能再对不起我们家菲菲。你开条件吧，怎么样才能开口？哼哼，你还真了解我呀。不过我还是不会说的。怎么都不肯说是吗？你别费劲了，赶紧走吧。看来我只能对不起你了。喂，旭东，我有件急事要拜托你，我需要马上知道乔飞的行踪，但是吴佳怡不肯告诉我。好，他让你接电话。喂，他去他妈家了，我可以关门了。哎，他妈妈家住哪儿？无可奉告。看来我还得给旭东打个电话。哎，行行。查到了，那个女孩确实叫乔飞。上次的晚宴是一个叫吴佳怡的小明星带来一起参加活动的。她在上海吗？常住吗？好像是的。她在哪儿工作？佳明是不是知道她回来了？这个不是很清楚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最近经常告诉我不知道不清楚，我高兴聘用你来干什么？就听这个不知道吗？去查个一清二楚，回来告诉我。妈，这周我有点事儿啊，我就不过去了。行吧，等你出差回来再说吧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什么事，我现在有事去忙了啊。行，那咱们下周见。李雷，我有点急事，先离开几天，你帮我跟主任请个假啊。喂，你去哪儿啊？多久啊你？请问这是乔飞家吗？你是哪一位啊？我是乔飞的同事。哎，阿姨您好，我叫程家阳。你姓程，是乔飞的师傅吧？算是吧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我老听菲菲说起你，说你多么厉害。我平时对他是比较严厉。不是，他是说你专业厉害。哎，快进来坐，快坐这儿。哎，乔飞呢？哦，他上医院去给我交医药费去了。我这胳膊摔了个粉碎性骨折。那现在手怎么样了？医生说，得做个换关节的手术，
我想啊，就算了，别再给孩子拖后腿了。他前一段考试啊，我就没敢告诉他。这菲菲啊，心细，我这一个不小心跟他通个电话，他就听出来了。别看乔飞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其实他心还真的挺细呢。哎，菲菲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代表单位过来看看他。我现在去医院找他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正好我要换药。可以。哎，走走。程主任，那走廊的第一间就是医生办公室，你先去，我呀上护士站先换个药。阿姨，我陪您去吧。不用，这儿的护士啊对我特别好，他们都和我特别熟，你先去吧。那行，咱们一会儿见。哎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送饭啊。我妈带你来的。对，她人呢？那边换药。咱们出去聊几句。你一直在躲我。谢谢你能来。我妈妈现在这种情况我也走不开。如果因为这个院里要开除我，我也认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乔飞，竟然会因为这些事儿而放弃。我没有理想，我只有现实。我的现实就是这样。这不是我认识的乔飞。我就是这样，你接受不了也没有办法。如果你是因为怕见到我尴尬，我马上要外派了，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祝你一切顺利。我还没有告诉你，我还没想好去还是不去呢。你去吧，谁让你是程家阳呢？你告诉我考试得了第1名，我很开心，虽然以后可能做不成同事了。你就这样让别人帮你做决定了吗？程主任，你还没走啊？阿姨，这回来我是有任务的。院里最近工作忙，这本书的译稿要的又急，所以我只能来麻烦乔飞了。都怪我耽误孩子工作了。明天我说什么都让他赶回去。不用不用不用，等您的手术做完，踏踏实实让他回去就行了。按照院里的规定呢，凡是遇到这种大部头，我们都是先要付定金的。这些钱是院里付给乔飞的定金，您帮他收好，装袋里。菲菲真是找了个好工作，
真谢谢你们领导关心了。行，我一定把话带到。妈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菲菲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菲菲，这是领导给你布置的任务。你的定金我交手术费了，这2天呀就可以做手术了。你可得回去给我好好工作啊。什么定金啊？这是咱们单位的规矩，你是新来的，可能还不知道。这高翻阅还成出版社了是吧？还负责翻译爱情小说。你怎么跟领导说话呢？这对工作不能挑三拣四的。不是，妈，我现在不能回去工作。你手这样，你手术怎么能没人照顾呢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？你要是不回去啊，我这手术我不做了。反正我也这把岁数了，这手也用不了几年，我也别拖累你。别，您好好做手术，我回去工作还不行吗？程主任借一步说话。你怎么能拎我妈来要挟我呢？你的钱我不能要。那你就去跟伯母说，如果你不回院里解释，就可能会被开除。你看他是不是更着急？程家阳，你越来越卑鄙了。卑鄙？我是说你特别过分。那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只要能把事儿办成就行了。不想欠你的越来越多。那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啊？我怕你会对我失望的。我为什么要对你失望呢？不肯告诉我，那看来我这个导师真够失败的。算了，我就是替院里挽留人才。主任，你去哪儿？人才留不住，只能回去交差了。天快黑了，你开车回去不安全吧？那也没办法，我必须得回去，钱都交定金了。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可以住在我们家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就这么睡吧。那哪行啊？你去拿个备用灯泡，我帮你换上。没有备用的。小新啊，你这就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，对吧？这不客厅还有这么多灯泡能亮吗？这叫应急。先别垫着。被灯泡电着还是被你电着啊？走吧。你不会是有强迫症吧？你们家怎么连个备用灯泡都没有啊？我妈节约呀，晚上基本上都不开灯。你不会是怕黑吧？哦，当然不是了，我只是习惯家里的灯都是能用的。那你小时候肯定经常自己在家。这个时候你应该还跟我哥在一起呢吧？没有啊。啊，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高佳明跟你长得也不是很像，而且他一直说他有养父养母的事情。是，我们俩是没有血缘关系。他爸其实以前是我爸的司机，他妈是个厨师。
当年我爸和他爸妈一起被派到非洲的色昂去工作，而且在那很艰苦。中间有一次回国的机会，本来应该是他爸要回来的，但是他爸考虑到我爸离家的时候我妈还在怀孕，知道我都开始走路了还没有见过我，就把机会转给了我爸。我爸在回国期间，色昂发生了政局突变，他爸就在一次事故中牺牲了，他妈也非常受不了，最后自杀了。然后他们家就剩下年迈的爷爷奶奶住在农村，也没有抚养的能力，所以我爸就把他接到了我们家。这些事情，我从来没听他提过。我只知道他跟家里关系不好。当时我爸答应他爷爷奶奶，说等他成年以后，他还是高家人，还是姓高。他爷爷奶奶也再三叮嘱我爸，不希望他再继续走他爸的老路。我爸完成了他的承诺，等我哥成年的时候，就真的把他的名字改成了高家明。而且我们家也从此搬出了外侨大院。我妈以前也是英文专业，后来为了照顾我们俩辞了职，后来才下的海。你妈妈为了家里，牺牲也真是很大。我哥18岁那年，一心想要报考法语专业，我爸当时就拒绝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们俩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。我爸的脾气跟他一样倔，跟他商量都没商量，就把他的志愿给改了，俩人从此闹翻了。我爸在一气之下就告诉他了真实的身份，我哥非常受不了，他一直觉得是我爸害死了他爸，而且破坏了他的理想。我现在都记得他当时那张脸，充满了愤怒，全是愤怒。自从我哥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世以后，就一直在愤怒的状态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去墓地祭拜高叔叔，我哥当场宣布从此不再管我爸叫爸了。佳明，把花儿给你爸献上。高润，我把佳明带来了，他18岁已经成人了，我没有食言，完成了你的嘱托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事情的原委和派出所管户籍的同志说清楚了，马上就可以给他改名，让他改姓高。我这次带他来啊，也是让他认祖归宗。佳明这孩子学习成绩很优异，学医是一点没问题。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能做一名医生。你的心愿马上就能实现了。思远，你带孩子来干嘛说那么多呀？让佳明跟他父亲说说。啊，好。佳明，和你爸说说话，啊。佳明，跟你爸爸说说心里话吧。啊，过来。思远，都是你，冷不丁跟孩子提这个干什么？早就应该说了，多大年龄了？什么叫多大年龄？这还是个孩子呢。夏明，千万不要有压力。学医是很难的，但是以你的成绩，一定是没问题的。谢谢阿姨。
你叫我什么？阿姨呀，谢谢你和程叔叔把我养大，不似亲生却胜似亲生的对我。你怎么说这种话呢？我怎么不能说这种话？你们把我养大，不就是为了对我爸的承诺吗？我替我爸谢谢你。哥，你别这样。程少爷，千万别叫我哥，咱俩没有血缘关系。我觉得佳明是被突如其来的消息给伤害到了。长大以后我才知道，我哥一直以为我爸妈是因为责任在抚养他，对他并没有真正的爱。我爸在这件事情上也处理得非常草率，他们那代人只知道完成对别人的承诺，但并没有顾及到我哥的感受，所以他的想法我们是无法理解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哥跟我说过他的真实想法，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爸一直对他这么严厉，而我妈对他这么宠爱了。所以你爸爸妈妈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感觉你对他挺好奇的。也不是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很难猜透。他做事有点偏激，就是如果他一直付出的得不到回报的话，他就会突然变得很愤怒。我跟你聊我哥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那你睡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哎，当年你为什么跟我哥分手啊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当年真的没跟他在一起过。当年是我自己年纪小，不懂得拒绝。后来，我心里又很害怕，我就一直逃避，最后用了很不成熟的方式，也伤害了他。是我不对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喂，小华。佳阳，你说话方便吗？方便，你说。我今天路过瓦莱州了，那个雪山你还记得吧？我想起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，在爱的路上，最大的过错是错过。我当然记得了，前段时间我和乔飞还一起去过呢。乔飞？前段时间我们单位有外事支援，我和乔飞一起去的。他作为新人的表现可圈可点，梁司长还表扬他了呢。我打国际长途来不是听你聊工作的。啊，哎，你蜜月过得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对了，佳阳，我寄给你的书，你看了吗？我还没看呢。哦，那你赶紧看吧，看完，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读后感。好。那先就这样吧。好，那你保重，拜拜。有动静。怎么了吗？嘘，有动静。哎，是不是闹老鼠啊？上次楼上闹老鼠就跑咱家一次了。你们别担心了，我看着呢。
这不是我怕吓着你们程主任吗？他呀，他睡觉不老实。你怎么知道他睡觉不老实啊？我听我们同事说的。哎，您赶紧歇着吧，别想了，我在呢。啊，慢点啊。我说有老鼠吧？怎么办？会不会咬人呢？咬人倒不会，我怕把你们程主任的衣服给咬了。我最怕老鼠了，妈。没事，我不怕。哎，你们还没有睡啊？你还真是离不开卡通睡衣啊！你房间有老鼠？没老鼠，是我睡不着。睡不着你看书吧，书架里面有书。走了。晚安。哎，菲菲啊，这高帆院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没有。那程主任他人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严格有原则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他多大了？快30了。那他欺负过你吗？被领导骂很正常吧？但他现在骂我少了，可能是我进步了吧。他有朋友了吗？妈，您操心这事干嘛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程主任是不是处朋友呢？哎呦，真没有。那你怎么会知道他睡觉不老实？他知道你睡觉爱穿卡通衣服。妈，我们俩真没有。那你知道吗？喜欢他的人啊，从高帆院排到医院，再排到咱们家，这么多。我跟他这真不可能，真没有。那怎么不可能啊？我闺女这要貌有貌，要才有才，又这么能干。只是我净拖累你。哎呦，您这说到哪儿去了？您这怎么回事？您看一会儿怕我被人欺负，一会儿又怕我生在家里没人要。这当妈的呀，这闺女大了就怕生在家里找不着对象，这要是找着了，又怕你挨欺负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也不小了，该谈恋爱了。我觉得那程主任呐，他对你有意思。妈，我觉得您挺有意思的，大晚上说这个多有意思。我怕这房间有蚊子，我去给他送个蚊香去啊。行，去吧。不爱听我说，我就不说了。这闺女大了不由娘。进来啊！主任，你这都是些什么书啊？太古老了吧！10万个为什么，安徒生童话，适合你啊。这是什么？法国风景画。别碰我宝贝，拿着。这书是你宝贝啊？你看着啊，你给看啊，这儿呢这儿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巴黎埃菲尔铁塔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
你知道高帆院为什么会有乔飞同学这样优秀的高材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本书。以前呢，我妈妈在一家公司负责后勤打扫，这本书是别人不要的，她觉得挺好的，就拿回来给我了。小时候我们家穷，也没有其他玩具，这是我唯一的宝贝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了法国，喜欢上了法语，还有所有跟法语有关的东西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喜欢 LV 才学的法语呢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的帮佳怡抢购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不管我了？早点休息。你这有没有一些靠谱的睡前读物啊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做什么呢？这么香。你饿就先吃一个吧，豆浆在保温壶里。不用了，等大家一起吃。你今天记得买备用灯泡啊。没事儿，反正我妈也用不上。程主任，你审核一下吧。你还真翻啊？那不然还假翻啊？你先出去吃一个吧，吃完了你就可以回去忙了。菲菲，我先去买菜去了啊。哎，你别等了，我去吧。没事儿，2步路。我陪公公去。你不急着回去啊？手机提醒高速有误。伯母，来，东西给我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好，走。王平，哎，他谁呀？是你女儿带来的男朋友？不是不是，是我女儿同事。同事啊？一大早陪你买菜？他买了那么多洗洁精，够用半年了。小伙子挺高挺帅的，一表人才，还会买东西。
我们这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了，他们就爱凑个热闹，你可别见怪啊。没有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小伙子啊，乔飞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你找了乔飞啊，等于就摸着大牌了。走吧。你是菲菲的领导，他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，你就说他。他皮实，我从小就不惯他。他确实挺坚强的。他上小学那会儿啊，我就生病了。他跟我呀没少担惊受怕。那时候我住院，他经常逃课跑到医院来陪我，生怕一个看不见我就没了。他那时候那么小，还没那灶台高呢，就跑到市图书馆啊借那些画册给我讲故事。他跟我说呀，妈妈，你多听听故事，你那脑子就好了。这个我倒是听他说过。那时候啊，我还总凶他，他也不哭，还嬉皮笑脸的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别哭了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带你去那个国外画册上画的地方。”他爸爸走得早，他跟我呀，真没享什么福，却还想着让我享福。他真是太懂事儿了。哎，妈，你又跟人家唠叨什么呢？谁家没点糟心事？你怎么老往外说呀？我现在去趟医院，饭已经弄好了，你们吃吧。等我回来，路上慢点啊。知道了。先走了。进去吧。哎呦，吃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不多，这哪多呀？多吃点好。你再吃点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伯母，我来吃吧。正好我去试试那个立白洗洁精。孩子，别忙活了，快歇会儿吧。阿姨，没事儿，我都弄完了。喂，李来，最近院里有什么新情况吗？你赶紧回来吧，主任都急疯了。还请假？行，我尽量跟主任说吧，但他同不同意我可不知道啊。是陈家阳电话吗？啊，拿来，我来跟他讲。挂了。这2天算他旷工，我没准他假。主任他是帮乔飞请假，乔飞母亲不手术吗？说手术一完，立马回来跟院里解释那个拘留的事儿。他是乔飞的代言人还是经纪人呢？你找哪位？看来我找的人不在。陈家阳出差了。这不是上次来闹那人吗？是吗？哎，这倒解决了我的一个困惑呀。要回痛吗？有点儿。明天可以手术，这个手术呢可以半麻，但出于对老人年纪的考虑，我建议全麻比较好。谢谢你。谢谢。终于可以手术了，绑了1个礼拜，我这又木又痒。你这手术完了还得继续休息呢，你这可是大手术，你得好好养着。我争取报道完了就回来陪你。不行，不许回来。我和你姑姑商量好了，她和你小姨轮流过来照顾我。单位领导那么重视你，你一定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听程主任的话啊。知道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陈家阳的阿姨是我请的，她能进来，我自然能进来。哦，
我大概知道你来干什么了。佳明，乔飞回上海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已经见他了？我的事儿你别管行吗？我能不管吗？佳明，乔飞这个女孩子心术不正，经历太复杂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管你是想跟她复合还是报复，反正我的态度就一个，你不能跟她有任何的瓜葛。你怎么越老越絮叨了呢？这些话你应该去跟程家阳说，我至少跟他势均力敌，程家阳可不是他的对手。这跟家阳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，乔飞进了高帆院，现在是程家阳带的实习生。哎，金宝，是我，你现在放下手里的活，马上帮我查一下，那个乔飞是不是进了高帆院，还在家阳的手下？哎，好，什么？哎，我说你这么吃惊干嘛？不是我比你还震惊啊！行了行了，你赶快查吧，给我答复啊！查吗？查吧，让金宝舅舅好好查，查到了再让他送笔钱给人家，拆散他们。佳明，说到送钱，你还真得谢谢我。当初就是我给了他这笔钱，你才能看清这个小女子到底什么真面目。这个孩子，佳明，别看你个头长得高高大大的，心底善良，太单纯了。可颂，你不回去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我已经跟田主任汇报过了，他让我陪你到手术结束。医生，妈，手术怎么样？基本顺利，等病人清醒后再做进一步观察。麻药劲儿还没过呢，放心吧，肯定没事儿。送去观察室吧。姐，我跟高帆院打听了，这乔飞啊分数不高，还进了实习生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？哎，就分给家阳带了。哎，那你说说，以他这个水平，实习生能转正吗？他上了公示名单了。你说家阳怎么搞的？那这种人也能混进来当了实习生，最后还通过了转正考试。姐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说，就算转正了，他也不一定能留下来，现在不还待定呢吗？况且说了，像她这种心术不正的姑娘，说不定还会有人举报她呢。高帆院，这高帆院是什么地方啊？是能被他这种人弄得乌烟瘴气的吗？啊？那个，姐，我还得说个事儿，我说了你别生气啊。你觉得我现在还不够生气吗？说吧。佳明啊，好像知道乔飞回来了。那个他新搬的地方你去过吗？我去过。我是在查乔飞的时候发现的，佳明住的那个新地址啊，就是乔飞住的那小区。我担心啊，佳明是知道他住那儿，故意搬过去住的离他近的。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佳明他现在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根本不听我的劝，我能拿他怎么办？姐，你跟他说让佳明搬出那小区呗。你从小看着佳明长大的，他能听我的劝吗？我现在担心的是，这个女孩为什么又回来了，偏偏回到上海？我觉得她回来就是冲着佳明的。她进高帆院就是为了接近佳阳，她肯定知道佳阳就是佳明的弟弟。哎，不，佳阳这个孩子，我很放心，他对的人是有辨识能力的，不像佳明，他从小跟我对着干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绝对不能让这个乔飞再接近佳明了。要不，姐，咱们给佳阳提个醒，乔飞绝对是心术不正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佳阳不用担心，担心的是佳明。现在问题是，
绝对不能让家阳知道乔飞和他哥哥在一起。你记住啊，不能让家阳知道这件事儿。那就让乔飞就这么待在上海，待到高分院。正好当事人都在，我就把他们请到我的面前，把这件事说清楚。这个钱怎么能省呢？护工是一定得请的。尿管、尿袋，你会用吗？我觉得我特别没用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好。明天你就先回去吧，我等他情况稳定一点，我再走。这些你都不需要考虑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，你太累了。我真怕我一休息，就再也不想往前冲了。我陪着你啊。你不用陪着我。之前是我太天真了，以为自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没想到我成长的速度根本赶不上妈妈变老的速度。这都是自然规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那天你告诉我通过了转正考试，我心里面并不是很开心，我反而一下变得空落落的。我一直以来奋斗的目标没有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之前你说我是为了考试而考试，我不服，但是现在我服了。我没有理想，我只想留在原地。你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工作，你怎么知道你没有理想？跟我回去，我带着你往前走。回去我就申请推迟外派。就是这样，我才更难过。我之前就是自视甚高，我把你定为我的目标。我也想当一个外交官，申请外派，像你一样努力，好多累积经验。这个目标很适合你。你是有翻译天赋的，你不能浪费你的才华。你真的觉得我有才华吗？可是我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有一天真的申请外派了，我能放心的去吗？我只要2天不开手机，我就不知道我妈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之前一直觉得，只要我努力，我就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，我都能解决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真是大错特错。这些全部都是外在问题，一切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的，而且伯母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你不要这么极端，悲观起来就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无法解决，乐观起来又觉得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官。你记住，现在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是你的导师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克服困难。不是只有外在的困难，我还有内在的困难。什么内在困难？我进不了铜川间。你进不了铜川间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你记得上次我问过你，我说我有一个朋友进不了铜川间，一进去就会恶心，就会头晕。我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自己。所以说你早就发现你有这个问题。我大一第一次进黑匣子，我就发现了。你大一就发现了，然后你一直没有想办法去解决它。我解决不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解决不了，你改行啊！你为什么还要做这行呢？为什么还要做翻译呢？因为我之前一直抱着侥幸的心态啊。高翻院上一届不是分同传和交传的吗？
我哪知道你会跟院里提议我去做同传的呢？哦，还怪我了？这是最基本的常识。就算上一届的人以交传为主，但是简单的同传都可以应付，没有人进不了同传间。我就进不了啊，所以我之前就说我可能不能继续待在高帆院了。所以你就决定放弃了。看来你跟我想的一样，你就是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巴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把眼泪擦了。你哭起来很难看。别打了，他出差的，闲了会打给你的。哎呀，我说你真是对两个儿子一点都不关心。抚养成人，大学毕了业，都有各自的事业，你还要怎么关心啊？哎，你记不记得8年前那个佳明处过一个女朋友？他要去瑞士深造的时候，我想见见这个女孩，唉，可是这女孩啊说她妈病了，我当时给了她10万，哎，人跑了，从此就无声无息。他一天换一个，我哪记得住？这佳明还真有不少的女朋友，但就这个我记住了。他那么多女朋友吧，他不往心里去，包括小华也是。唯独这个，他的态度可真是不一样。他走的时候还说让我去看一看，哎，我就跟他聊了，我说这试探一下他吧。他特认真，把照片都拿出来给我看。我当时一看，还真的蛮喜欢他。你说重点。说什么重点啊？跟我打什么官腔？这不是家里吗？我在跟你说儿子的事。行，随便说。后来我让金宝去接她，我就是想见见这个姑娘，请她吃个饭。结果一请不来，二请不来，第3次再去请她，人金宝回来跟我说，这个姑娘缺钱，原因是她妈妈病了，得了一种什么怪病。那我一听，为了自己的儿子，就给她撂下10万块钱呗。对吧？再说佳明换专业也是为了这个女孩。那就是说，这个人拿着钱跑了，你还没见到这个人呢？我见过一次。我明白了。你拿的钱，钱落到谁的手上，你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给金宝了，让金宝给那女孩送去了。小楚啊，那个当初小泉欠赌债那个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有这个事儿吗？金宝啊，当时跟我保证，他能管住小泉，他要再去赌的话，就把他的手剁了。我没跟你说，我给了他2万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证据，我什么也判断不了。不过我就知道。金宝的儿子走过弯路，当然现在没事了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无凭无据的，你随便说一个姑娘，不合适吧？好，那钱的事儿咱们不扯了。但你现在知不知道，这女孩在哪儿吗？在佳阳的手底下当实习生呢。但是她有过前科，所以高帆院对她进行了调查。之前跟了佳明，现在又跟了佳阳。我看他还真不是一朵什么白莲花。如果他有案底的话，他不会留下的。好了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我呢，会多关心2个儿子的。醒了。
怎么睡着了？昨天晚上你一直在哭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。我看你睡那么香，也不好打扰你。你也没叫醒我。请。客气什么呀？医生。医生。怎么样？术后情况良好。如果患者不是年纪大，脑部又动过手术啊，我们都不考虑全麻的。啊，你们在这陪了一夜了，也累了，去吃早餐吧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2个豆浆，2个煎饼果子。你要辣椒吗？不要。一个辣，一个不辣。我早就做。哎。这是不辣的。主任，那天我跟你说的我进不了同传的事儿，我想过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辜负了你的期望，所以我说我不能待在高帆院了。先别说话，先吃早餐。好喝，还不错。你一点都不觉得我吃这些东西很奇怪吗？你以前不是不吃这些的吗？所以说，人是会改变的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，更不要害怕改变，更不要框定自己不能改变。可是你怎么就能断定自己进不了同传香呢？我试了好多次了，我真的进不了。那你有没有找过医生去咨询呢？你会不会是得了那种叫什么的病？就是当你进入电梯或者一些私密空间的时候，你说的是幽闭恐惧症？对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我不是，而且我进到电梯里或者那种密闭空间的时候，我一点也没有恐惧的感觉，就是进不了同传香。不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。咱们学语言的人容易感性，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。你永远不要过早的给自己下判断，永远不要觉得自己不行。我其他方面都很自信，就是这方面我就是克服不了。我觉得同传是我的死穴。没那么多死穴，只要你努力去克服，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这么好一个榜样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学习和借鉴？我给你分析一下我的人生哲学。当我在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说我好的时候，我会告诉自己，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。当所有人在说我不好的时候，我也会告诉自己，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好。咱们人是一个个体的动物，自我非常的重要。很多问题别人真正帮不了你，只能自己帮自己。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和自己的问题，所以你自己必须给自己信心，必须给自己打气。你只有这样，幸运才会降临到你身上。我不指望幸运能降临到我头上，我就能过了同传这关就行了。必须要过，我帮你。真的？你帮我？当然了，我现在是你的导师，帮你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怎么突然变得有人性了？你还真当我是魔王啊？还人性？你整个人都变得祥和了，特别和颜悦色。你以前哪是这样啊？咱们俩都经历过生死了，在瑞士的时候，你死死拽着我，还鬼哭狼嚎的，我被你感动了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斗嘴。我已经习惯你每天跟我在一起了，主任。你当时不是昏迷了吗？对啊，真昏迷了吧？真的昏迷了。
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吗？你说什么了？你说什么我没听见？我说好多骂你的话。哦，那我没听见。那有没有别的呀？比如说你夸我啊，或者其他什么？没有啊。我说骂你的话。不应该呀！你那么大声的鬼哭狼嚎，不可能一直在骂我吧？就是在骂你啊！你怎么知道我鬼哭狼嚎了？哎呦我去！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胳膊抬不起来了，身上疼。昨天晚上给你做了一晚上的人工靠枕。你昨天还以为我靠着栏杆睡的呢。有这么帅的栏杆吗？吃饱了吗？妈，别吵别吵，你躺着休息一会儿。你昨天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菲菲，你去问问医生，我是不是可以出院了？你不能出院，你刚做完手术，你需要休息。我替医生回答你了。你这不走，程主任也陪你一块操着。你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情你不要想，我很快就回去了。菲菲，你不是答应妈，等妈一做完手术进工作去吗？妈，您躺好了，我现在就走，眼不见为净啊。哎，您躺好，乖，听话，我这就走。不是让您休息吗？菲菲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没有。妈跟你说啊，今天下午你姑姑就过来了，你呢就安心的和程主任一块回去上班。佳阳，这么多年以后再次来到瓦莱雪山，我才意识到我关于过去的记忆全是跟你有关的。你说的对，在爱的路上最大的过错就是错过。我之前一直对你哥有无望的爱，却错过了你对我的真心。佳阳，我并不快乐，我在想念在瑞士的曾经，我开始憧憬是不是还有未来。佳阳，我想看看我们俩到底会不会错过，所以我写了这张字条。如果你那时说的愿意带我走还有效，我在6天后会坐以前回国经常一起乘的飞机回来。我在机场等1个小时。菲菲，妈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吗？菲菲，妈，今天几号？23号啊。怎么了？我去看看医生怎么还没来。我不知道阿姨喜欢吃什么，各样我都买了一点儿。你就别管我们家的事儿了，有人该埋怨了。谁呀？我妈。你下午就回去吧。我已经联系了家政公司，找一个保姆照顾阿姨。钱我先帮你垫着，你年底发奖金了还给我。昨天你说的问题，可以解决。不用。下午我们家就有亲戚过来了，你等会儿回去的时候慢点开车，别超速。谁说我要走了？要走一起走，我可不能看着我带出来的唯一实习生轻易倒下。回去我就跟田主任申请延缓外派。不用。就这么定了，荣辱与共。我们在等你呢。谁呀？
书是文小华给你的吧？书里面加了这个。你等会儿坐火车回去比较快，车你就停在火车站，我找人帮你开回去，我就不送你了。恢复的不错，注意休养。菲菲，送大夫去。哎。谢谢您。不用客气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。谁有没有话对我说？你一个眼神，我便无法挣脱。谁从这一刻起，我可能永远菲菲，程柱珍呢？回去了。你怎么没跟他一块儿回去啊？知不知道，我只要简单的快乐，不管是对错的选择，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。梦谁抱着我？你不会是有强迫症吧？你们家怎么连个备用灯泡都没有？我妈节约呀，晚上基本上都不开灯。你不会是怕黑吧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习惯家里的灯都是亮的。爱情就失去所有的意义。你是乔飞吗？嗯。哦，我是火车站停车场的，有一辆车，车主留了你的名字，车号短信发给你了，带着身份证来取啊。还真是甩手掌柜当惯了，随便就把钥匙给别人。
不是走了吗？爱像奔跑的蜗牛，晃悠悠，背囊里预备的温柔，精心保留，在拥挤人群里等候，不来了，他让我过来接你。直到你出现才罢休。是吗？离开我的界限，你是我的终点，未来多少冒险不后退，永远不算远。爱情的旅途要攀登多久？一步步追着你走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没走。我和你说过，我不会把你再丢在半路。那文老师那边怎么办？机场就是相逢和离别的地方，该离别的时候就要离别。你真的不介意之前我和你哥，还有我可能进不了高翻院？好了，别人的事儿我们都别管了。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。你是痛点，再不愿停留在原地，一圈我愿意一圈，等等我去追你的时间。小华，你应该为自己觉得难过呀。正相反，我做了决定是绝不会后悔的。我很庆幸您把我嫁给周南，这让我看清，其实我对您根本就不重要。既然我的幸福与您无关，那您破产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不错，终于有点像我的女儿了。小华，其实我觉得有遗憾。不是因为你和周南貌合神离、同床异梦，而是你答应只等程家阳1个小时，可是你足足等了他2个小时。我只是想让自己彻底死心。孩子，你记住了，任何需要你为之降低底线的生意，那最后一定会让你赔得血本无归。谁赔谁赚还不一定呢。那好吧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就去澳洲休息2月，要么就留在这儿跟周南继续貌合神离的做夫妻，你选吧。让我想一想。妈，小雅，把这拿上，快拿上。您别拿这么多东西了，这不光是给你的，还有那么多同事呢。到了新单位，可得跟同事好好相处啊，不许欺负家阳。谁欺负谁呀？伯母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哎，我这块儿啊，你们就都放心吧。我这儿啊有他姑姑和他姨呢。好嘞，那我们走了，妈。哎，路上慢点开啊，到了一定给我来个电话。放心吧，伯母。你放心吧，走了啊。伯母再见。哎，再见。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。
怎么了？回高翻院以后，能先不公开咱俩的关系吗？我不想其他人说我是因为你才进的高翻院。没这个必要吧？我也有我的小小自尊心。那我也有个要求。嗯？C'est bon。他会用3架机器精确控制颅内压，再根据小幸福的生长发育情况，在手术过程中对他的血管进行监控。小幸福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，年纪又小，所以他术后痊愈程度会比老年患者良好很多。如果控制得好完全可以避免并发症。等做完这台手术，小幸福就可以回去上学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踏实了。那可太好了。主任，这回院里可给拨点钱了吧？我千辛万苦的把这莫雷老头拉到咱们院做手术，我们的医生可以观摩一下，这么好的学习机会，有钱可买不来啊！就这理由啊？听说你的喜讯了啊？多谢你的鼓励和支持。写篇论文，作为项目成果。你知道我最烦什么吗？就是以论文论英雄，没完没了的写论文搞科研，大家都去拿笔杆子，谁来拿手术刀啊？居然开机了！哥，我刚刚回到上海，明天你有时间吗？有些事儿我想跟你当面说清楚。我和乔飞在一起了，我们俩很幸福，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。你睡着了我，还打呼，还说梦话，我还帮你擦了口水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没有吧？看着我干嘛？看你傻。你才傻呢！你就偷着乐吧。我为什么要偷着乐？因为我爱你啊。你爱我，我为什么要偷着乐啊？这样你就不用大喊大叫了呀。什么大喊大叫？我都习惯了和你斗嘴，你不要死，你不能死！好，你闭嘴！你别说了，你醒着，你偷听我说话，你……我当时要是揭穿你了，你的脸还不红腾大苹果啊？为什么是大苹果啊？脸大呀。你的脸才大呢。我的脸，巴掌脸。讨厌，坏蛋。那你这2天就好好陪陪坏蛋。干什么？我让高飞燕请了3天假，你在入职之前也有3天假，咱们俩好好谈谈恋爱。好。顺便帮你克服同船障碍。哎呦！哎呦什么哎呦？哎呦！不许哎呦！你真的要好好学同船，你不好好训练，别学了。我作为你的导师，我说话哪有自责？没有，我要好好开车。开车。
怎么了？跟我谈恋爱还不激动啊？我可是男神级别的。笑什么？不要脸。行，你骂我是吧？因为我必须帮你过了同传这一关。哎呦，哪那么容易呀？放心，我是谁呀？我是你男朋友。哎呦，下车。等一下，先别进，我们家肯定被抢劫了，先报警，别破坏案发现场。就你们家有什么好抢的？我先上个厕所。你别，师傅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呦喂，宝贝儿，你可回来了！我告诉你好消息，我要演女2号了，这可一下连升2级呢。这么厉害，徐东给你介绍的？靠他，我连女4号都保不住。10号天，这回啊，我演他姐姐。怎么样？我这男朋友靠谱不？靠谱。那你这次好好把握机会，加油！那是必须的。现在对于我来说呢，只是一个起步阶段。我现在呀，电影、电视剧都在洽谈之中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助手，而且这部戏的定金已经打到账上了。我已经让旭东呢去帮我看了更靠市中心一点的房子。这儿吧，好是好，就是离校区太近了。你要搬家了？你舍得吗？不舍得怎么办啊？你看看这周边的环境，再加上隔壁那3番2头过来敲门来，谁受得了啊？不是他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俩好了？什么时候事？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现在不能说呀，他是我高分院的领导啊。那倒是。你过来，我问你2件事。高佳明怎么办啊？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。你不介意他俩关系啊？行了，佳怡，不用操心了，我不会让乔飞受委屈的，所有事情我都会处理。哎呦，你看那边又催我了，我得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走了啊！赶紧过去吧。程家阳，我可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对不起我们家飞飞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就凡是那电视剧里，只要一提到渣男贱男，我就叫你名字，记看办。行了，我走了，这房间留给你们俩造吧。别瞎说，我说真的呢。拜拜。拜。他说的对，咱俩是该干点什么了。干什么呀？咱们俩把谈恋爱该干的事儿都干一遍。这2天好开心啊！我也是。
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。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种感觉，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在一起就很高兴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必须要走。不行，跟我说。你别那么快啊！哎，28、29、30。你每天都这样练啊？当然不是了，我跟谁练呀？以后每天陪我锻炼，怎么样？你练这个干什么呢？为了保护你。再来一组啊？行吗？来。好，莫雷已经同意了，等设备运回来，马上就可以手术。好，再见。哥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现在说吧。哥，我本来是想来给你们送祝福的，可我实在说不出口。我不想求你的祝福，嘉阳跟我说了你们的关系，我只希望大家以后见面不要太尴尬。太尴尬？你现在不觉得尴尬吗？前后跟我们兄弟俩谈恋爱。哥，我和乔飞是在你们结束以后，我觉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你在这儿跟实习生卿卿我我，程主任和万能的张总知道吗？如果乔飞愿意，我会带他去见爸妈，到时候希望你也在。心真大，这么快就把你小花姐给忘了？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他踩着你脑袋往上爬，你看不出来？他拿你当梯子呢。别缠着我弟弟了，成家的钱他做不了主。哥，你这么说有意思吗？他妈妈有很重的病，你知道吗？他家那个烂摊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见过他妈妈了。真牛！你是不是特别想成为当年的我，为他付出一切，然后被他无情的抛掉，最后轻松来一句“对不起，没爱过”？无耻！对，伤害别人感情的人就是无耻。小华呢？他等了你那么多年，你爱过他吗？还记着你小华姐呢？你们两个还真的挺配，一个用感情换钱，一个用感情度过失恋期，你们两个一起过吧。别理他，他自己慢慢会想明白。我就是怕所有人都会像他那样看我。不管我怎么努力，别人都会说我是因为你。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，就像我永远摘不掉我爸的帽子一样。我不会让你活在我的影子里，我会让你发出自己的光。这2天休息好了吗？明天开始，克服你的同传障碍。明天。这是我找朋友借了这间国际会议中心的同传会议室，这里没别人，就我们2个人，而且这也不是高翻院，没有人认识你，所以你不要压抑你自己的感受。翻译过程中有任何的不舒适，让它尽量自然流露。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才能对症下药。不要紧张，这又不是正式翻译，出错也没关系。坐下吧。别紧张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关门了。
不行，我已经开始心慌了，我还是出去吧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家人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今天必须迈出这一步。把耳机戴上，简单操作，我来发指令。先不要管准确率，把你听到的说出来。La coopération entre la Chine et la Suisse profitera non seulement au pays, mais au monde entier, a déclaré le Premier ministre chinois dans son discours jeudi à l'occasion du sommet économique sino-suisse à Pékin. 中国和瑞士之间不仅仅你可以的，别想别的，把你刚才听到的说出来。总理在北京。小飞，真的不行。我觉得我真的进不了铜川监。没事儿，啊，我们一块想办法。没事。喝点汽水，定定神。我算是见识到了，你还真是怕这个箱子。刚才我看你气儿都喘不过来了。我没骗你吧？我还真希望你骗我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你能告诉我你心里的感受吗？什么心理的感受啊？因为我觉得你在铜川乡里，不是生理过敏，是心理问题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走进铜川乡里，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就是觉得很紧张，很害怕，越想越害怕，甚至还有缺氧的感觉。缺氧的感觉？不应该啊！你刚进铜川乡的时候，我观察了，你没有缺氧的迹象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再来一遍，我给你量心跳。佳燕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再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做不到啊！我尝试一次就失败一次，我真的不想在你面前一次又一次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。我克服不了，我就是进不了铜川乡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作为你的导师，还有你的男朋友，告诉你，不可以。就这么点困难，你就放弃你翻译官的理想了？不可以。别怕，再来一次。你就当你这辈子再也不坐铜船了，只是进来玩一下。不坐铜船了？就这么想，你只是来参观黑匣子的。咱们慢慢走，每一步都慢慢走。告诉我现在你心里的感受，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？还可以。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，随时告诉我。先坐下。
了？不行，我受不了同船间里的一切。先别着急，先别着急。这样吧，咱们先想办法克服掉你的视觉障碍。跟我来。小心脚底下。带我来哪儿啊，佳阳？我带你来训练室训练同船。这是椅子，好，坐好。戴上耳机。我现在放资料。中国常驻联合国瑞士办事处以及其他国家组织代表出席。5分钟的同船量完成的非常出色。我这同船间，我完成了翻译工作。我早就说你没问题。你的心理障碍不是同船，是这个同船间。那我以后同船能不能都戴着眼罩啊？当然不行。真正同船的时候，你得随时看着搭档的嘴型，随时要做好准备顶上，还要看紧急资料。就算你戴着眼罩，谁扶你进同船箱啊？你这不是给搭档制造负担吗？所以我说我还是不行啊。谁说你不行了？咱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步。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，同船箱里的视觉呈现是你心里的障碍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要找到是哪一部分。其实同船箱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铝合金板搭成的。你是不喜欢它的窗户，还是不喜欢它的门？没有啊，不是啊。那是，我们来想啊，你从外面进到同船间，关上门，插上插销，然后坐下。佳阳，我坐在这儿，看着前面一排一排的座椅，我就觉得特别紧张。座椅？你是觉得你在大会场翻译会紧张？你不应该怯场的呀。不是，是，就算我现在坐在这儿，座椅上没有人，我看到都会觉得很难受。咱们别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困扰你这么多年的问题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解决了呢？咱们再来。不仅仅使2个国家受益，而且惠及全世界。中国总理在中瑞经济峰会的演讲中如此宣布。该会议本周4在北京进行。OK， 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。你就是不能看见会场，这个问题好解决。可是同船怎么能不看会场呢？我要关注发言者的反应啊！你看，你又着急了，一会儿脆弱到觉得自己根本进不了同船箱，一会儿又想马上解决问题，哪那么好解决啊？哎呦，那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啊？切勿急躁，我是你的导师，我都不着急，你着急什么呀？田主任，接啊。喂，田主任。派出所。哦，
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。那明天院里见吧。田主任再见。是上次咱们俩误会的事儿吧？你知道啦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有人给高范院写了举报信。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当然要先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呀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影响你进铜川乡的元凶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解决你心里的障碍。至于举报信的事嘛，赶紧去找田主任解释一下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样一转正了，这么麻烦啊？好事儿多磨，别担心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田主任那儿。走吧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主任，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，来上海这么久，就因为这次误会进了派出所。后来警察也调查清楚这是误会，就放我出来了。主任，我也是当事人，我可以作证，乔飞说的都是真的。写匿名信的这个人就是在嫉妒他，无中生有，就是想污蔑他。如果是这样，放心，高番院会查清楚的。真的是误会。如果院里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公安局调查，就知道我没什么可隐瞒的。真的吗？乔飞啊，请你来解释举报信的事儿，不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你，而是需要对高番院的正式职工的人品素养有一定的了解。正式职工还没听懂啊？转正了呗。恭喜你啊！这回啊，要求特别严格，层层筛选。陈家阳他们组只有3个实习生转正，你一个，杨艳一个，吴明一个。真的，我们都在一组啊？对，今后你们和陈家阳、李雷、韩梅梅在一起，今后的工作任务啊，交船和同船并重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哎，家阳，我问乔飞的又不是问你，现在他不是你的实习生了，是你的同事了，得尊重人家的意见。同志，表个态。小飞啊，交船同船并重，你有信心吗？主任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我们高番院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新鲜血液。恭喜啊！恭喜3位新同事加入我们的团队啊！过5关斩6将不容易啊！实习期间呢，你们跟他混得很熟了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。说件事儿啊，关于有人举报乔飞认为他不应该通过审核的事儿，院领导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实，结论是不属实。具体情况我们的网站上都有通报的。下面请陈主任给你们交代一下啊。第1条，工作第1年，主要提升业务水平，不许出去接私活。其他的我想到再告诉你们。小飞，把会议录音整理出来翻译给我。你们2个把这些翻译完，互相校审过以后交给我。我们怎么做？吴明，你坐那儿。杨艳，你坐他对面。小飞。
经调查了解，有关转正人员举报金不属实。这不就是指的是乔飞吗？嗯，你说这诈骗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啊？我也是通过好几个人从他学校打听的，说那个他打工的时候陪客人出去了，然后就被抓了。你说那还能是什么事儿啊？要不，金宝这样，你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我仔仔细细说一遍吧。不是，你时间太长了，这可能都记不清啊。我提醒你啊，我可以提醒你，当时我想见见这个女孩，我就打电话约了她。后来呢？阿姨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跟高佳明，我们真的不是恋爱关系，我们没有在一起。啊，那不是恋爱关系就更好了。乔小姐，我知道你很优秀，尽管你这么优秀，但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两家相差的距离是不是太多了些？我们佳明他现在头脑发热，感情用事，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一定想清楚，清醒一些。阿姨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您，请您相信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不好意思啊，喂。好，我知道，我这就过来王医生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说，我有急事。金宝，佳明和那个女朋友的事情，你帮我去解决一下吧。佳明呢，挺在乎你的，他妈妈呢又特别在乎佳明，所以你现在变成了我们必须要关心的了。我来看看你，也是来想了解一下。最近你们家里是不是谁生病了？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？我们家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。一个女孩子，经济毕竟有限。佳明的妈妈是个企业家，你应该知道，钱对她来说不是很大的。叔叔，其实上次我跟阿姨聊的时候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表达清楚了。我跟佳明之间，跟你们家之间都不存在任何钱的事儿。我知道您担心的是什么。我跟佳明只是普通朋友，我会去找他解释清楚的。是吗？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呀，佳明出国几个月了，很快就要回来。我们都不希望他被这件事儿影响。其实佳明对我一直很好，我很感激他，但是我心里压力也很大，我也承受不起。你们是他的家人，也帮我多劝劝他，让他别再这样对我了。那工作时间我就先回去忙了。10万？当年我是银行的你，刚给了你20万。叔叔，行，我现在有事儿，等我回来再说。乔小姐，您刚才往我卡里打了10万块钱是吗？不是，有些话说的太明了就没意思了。我觉得没什么不能说清楚的，钱我已经给您退回去了，您查收一下吧。退回来了？您钱收到了吧？啊，没问题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叔叔。不是，乔小姐，你等一等，希望你能够理解佳明妈妈的心。没有母亲不想对自己孩子好的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而且我也说了，我跟佳明不是男女朋友，你们也不相信。我反正很快会离开厦门的，我会跟佳明说清楚的，你们放心吧。你要离开啊？嗯。既然你这么坚决，非要分，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必要非要跟佳明说清楚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你以后就别再和他联系了，他自然呢也就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就当一回坏人，把他心伤到底，他康复得也快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什么都不跟他说，我就直接走，这样好吗？不，我一看你也是个犹犹豫豫的主。你说你一见面，话一多，你心又一软，你这是坑我外甥啊，姑娘。
就算当舅的求你了，你要是不爱他，你就最后的替他做一件好事。佳明这孩子吧，在感情上是特别的脆弱，他对你呢又陷得特别深，你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希望。听话，姑娘，走。确实给他了10万块钱呢，他答应我以后不再见佳明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不就把你给我钱给他了吗？他说要给他妈垫付医药费，我最终是让他跟佳明不再见面了。我觉得呀，他根本就是在利用佳明。这撒谎的最高技巧就说真话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不就这么干的吗？好着是找过我们也确实犹豫过，但你跟领导这么一说，就变成好多人集体跳槽，就你最忠心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都是同事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要跟郝哲走这件事情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他跟我说了，他要自己去跟领导说，我也答应了会帮他保密。谁也不傻，大面上过得去得了。像董小机灵，搞职场办公室斗争，玩宫斗。我真的觉得你是那种破小说看得太多了。你要是讨厌我的话，你真的不用这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。大家共事可以，有意见你直说。行了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咱们3个不都转正了吗？还计较这些个干嘛？多少人当了他的炮灰啊！第1名。喂，我先撤了啊。我把这奖弄完，我也撤了。又喝冰的，我就想清醒清醒。等会儿把这杯药喝了，暖暖胃。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我最后就调整一下这个格式，检查一下单词拼写就好了。我肯定还会再看一遍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前面做的仔细一点，你后面不就轻松了吗？第1天工作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办公室，我终于坐进来了。你不怪我吗？又不帮你说话，还把最无聊的工作分配给你，大家都孤立你，我还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有吗？大家是不是都孤立你了？不是，你别打岔，你是故意的。哎呀，避嫌嘛，我对你只能比对别人更苛刻。我本来以为我进来就轻松了呢，怎么还是困难模式啊？天才模式，适合最有能力的人就是你。你是不是还把最差的位置留给我了？你看他们坐的那么靠里面。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从我坐的地方，可以随时看到你。佳阳，下班了吗？小华，你回来了。小华姐，乔飞也在呢。当然回来了，不然我还一直在机场等了。你现在忙吗？不忙，你坐呗。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哦，那我先回去。那主任，那个初稿，我明天发给你好吗？行，你路上小心啊！哎，小心，别电到。你们聊。哎。哼。
那天我等了你一会儿就先走了，后来你去了吗？怎么不接电话呢？佳阳，我认真想了想，是我太注重形式，太想要一个华丽的开始。可是万一书没寄到呢？万一里面的纸条丢了呢？万一你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呢？或万一你出差了呢？那我们岂不是又要错过了？小华，其实那天我没去接你，我是希望你幸福。既然你已经跟周南结婚了，我觉得婚姻不是儿戏，你们应该好好去磨合。所以那天我才给文叔叔打电话，让他去接你。后来他去接你了吗？那天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爸去接了我。我这人就是没什么耐性，说要等你1个小时，结果等了10几分钟就走了。走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一直等着呢。佳阳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爱一个人不能错过。对啊，所以我遇到了我不能错过的人，他也不想错过我。我好像错过了很多事。哎，你和周南……他叫什么？乔飞。乔飞？就刚刚离开那个乔飞？先别跟别人说啊，我们还是保密阶段的。你们不会是玩什么地下情吧？不是，乔飞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转正。我如果现在让高帆院的人知道她是我女朋友，我觉得对她不公平。我不想让她一直活在我的影子里。佳阳对女朋友可真体贴。爱情的确是一个美妙的东西，能让人变得温柔。好了，我没什么事儿了，我来就是见你一面，告诉你我回来了。那我赶紧去找乔飞吧。那咱们改天见。跑得还挺快。我还可以走得更快。为什么自己走了？小华是可以知道的，咱们不用瞒着他。可能我是习惯了吧，不是说好先不让高帆院的人知道吗？而且每次见到文老师，我就觉得，像他这么优秀的人，才配得上你。我什么都做不好，我连同船都进不了。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了？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吧？我认识的你是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。其实我每次见到文老师，都会有一点小自卑。我就觉得他这么优秀，你又喜欢他这么久，哎，我这么患得患失，我都讨厌我自己。我的傻丫头啊，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你只需要顾及好你自己的情绪，有任何的委屈只管告诉我就行。明天我就打算回家里告诉我家人你的存在。佳阳，我爱你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刚才车吵了一下。哎呀，你再说一遍吧。哎，我要是没听错的话，你刚才说的是程家阳，我爱你是吗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骗人！你在骗我！你骗人是小狗啊！没说。我决定了。那你挑吧。 2个我都要。你长大了，婚姻和感情不是一码事。
懂得这点，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总得抓住点什么吧。你记住了，情场和生意场上获胜的秘诀都是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呀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？随时啊，你也可以先去旅行啊。反正现在有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你做？那就先从甩包袱开始吧。医院的项目不会再投了，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我们干不起了，还有海外的矿业，都不是我们熟知的领域。就算是赔钱，我也打算把它卖掉。你可要想好了，如果现在追加投资还有可能翻身，卖了那就很难东山再起了。您熟知的是进出口，我熟知的是吃喝玩乐。你又选了周南，嫁给他，我也学到不少。现在国内红酒热，瑞士10欧以下的红酒进入国内超市就能卖200以上。我打算把矿卖掉，去瑞士收购一些小酒庄。好，放手去干吧啊！他的手在发抖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先别急，再看看。赵医生，有位文小姐找你。主任，这种手术你做过多少？没数过。Je peux essayer. Je me spécialise dans ce domaine. Je fais des milliers d'opérations sur les animaux vivants en laboratoire. 也行吧。赵主任，截至目前您跟我说的都没有任何能打动我的突破性进展。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重新的评估。这些专业的东西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解释清楚的。我们这种商人归根结底是逐利的，对追逐利益的人来说，吸引眼球的东西才是最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用一句话让外行人觉得就是厉害的。我没有办法像写广告词一样的去搞研究啊。不需要啊，我并没有否认您的成绩，只不过我恰好喜欢过一个医生，看过一些相关的东西，所以说失败并不总是坏事儿。我失恋了，但我学会了一些医学知识。您失去投资，但是去学了一些推销手段。刚才怎么回事呀？太惊险了！我也不知道，我怀疑他是太长时间没做过手术，没手感。他的手一拿起手术刀就抖，真可惜啊！这命悬一线。手术非常成功。写的什么呀？他说，我已经完全具备了操作这个手术的能力。好啊。决定就是这样，除非有更有利的进展，否则我们不会再追加投资。投我的项目。不必了。之前我们忙于扩展，涉及了太多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，才导致现在这样。我不会再冒险了。光我们医院1年就要做300多例的脑部手术，你不想想，全国有多大的市场？我不会再冒风险做我没有把握的事情。如果国内不生产，全器材从国外进口，成本翻倍，很多人做不起这种手术了。佳敏，我劝你也别太执着了。我大概知道你当年是因为一个女孩才改的专业，我们都事过境迁了，你怎么还揪着当年往事不放呢？你不是因为结了婚才不投这个项目？为什么会是因为结婚呢？你爸投这个项目是因为我，
你现在结婚了，自然没必要给钱。佳明，我当初为你付出的时候，你拼命想摆脱我，现在我自己创业要做这个，你怎么还牵强附会，自己往上贴呢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独立了？是谁改变的？周南，他没有这么大影响。不会是因为程家阳吧？你以为他会等你？哎呀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以为你是黄雀，其实你是蝉。记住这个笑话，下半年你就指着他活着。我没有因为任何人，我就是自己突然想明白，我应该做点事儿。你也被耍了。你知道之前我喜欢那个女孩叫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没兴趣。叫乔飞，耳熟吗？现在是程家阳的女朋友。怎么不进去啊？等你。我来了，走吧。哎，给你提个醒，别跟你爸提乔飞，别把他带进家，别给自己找事儿。你是在替乔飞考虑吧？不用你操心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进去吧。你手术的事我知道了，很好，谢谢。再接再厉，你要争气，一定。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这3句话以上居然没吵起来，还其乐融融的。今天挑事的任务不在我头上。佳明，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？你那手怎么样了？我有事情要宣布。等等，背着，倒水去。爸，妈，我谈恋爱了。哦，谈恋爱了，好啊。那个对象是干什么的？法语翻译。法文翻译。他叫乔飞。乔飞？乔飞是吧？这个女孩品行有问题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她的品行怎么有问题？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哎，这怎么了？就不同意了？那女孩子可能很好啊。好什么呀？她之前是佳明的女朋友，现在成了佳阳的女朋友，你听懂没有？你明白没？嗯。哎呀，这个嘛，是得慎重考虑。女孩子的作风问题啊，是关键。爸妈，你们听我说，首先，我和乔飞好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他和我哥有过感情。其次，他和我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他们分开都已经有8年了，所以我根本不认为这是问题。哎呀，这事儿我觉得啊，只要你们3个人都说开了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我持中立态度，我不是老封建。这不是老封建的问题，这个女孩就是在利用我的2个儿子。之前佳明就是为了她，把好好的专业给放弃了，哎，非转换了专业。现在呢，他又冲着佳阳去了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要进高翻院吗？不就是冲着你的大名吗？这个女孩子是哪儿的？高翻院，是佳阳的实习生，刚转正。对。胡闹！
你怎么能跟自己的实习生搞在一起了？我怎么就不能跟我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呢？我正因为是程思远的儿子，我在工作上不能出错。难道因为我是陈思远的儿子，所有跟我谈恋爱的人，我都要问问他是不是因为是我爸吗？你可以不问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向他学习，你可以不认我。小气，你好好跟他说，别急，你一急，我就光跟你生气了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佳阳啊，不是不让你恋爱，你恋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但是你找谁，也不能找实习生。你干到现在这个位置，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你这么年轻，不能落到这个利用职务之便，搞男女关系的名上。再说了，你们这个位置啊，存在着利益关系，你可以保证不向他输送利益，可别人会这么想吗？爸，我会很谨慎地处理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，我就放弃我爱的人了。那你为对方着想了吗？啊，打从他进来就顶上一个是程家阳女朋友的名字，就是他干出再多的成绩，别人也会联想到你。我们顾不了这么多，我顶着您的名字，不也走到今天了？那不一样，我是你爹，你背着我这个包袱走得再远，你不能恨我。可他呢？如果你们分手呢，还要不要在一起共事啊？在一起怎么共事？要么你辞职，要么他换工作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我是不会放弃，必须放弃。凡事都要以工作为重。那是你的决定，不是我的决定。为什么全家人都要听你来做决定呢？我妈因为你辞职，我哥因为你改了志愿。我从小到大活着的意义就是不要给你抹黑。您是太阳，我们所有人都要围着您转，您可以发光发亮，我们必须待在黑暗里吗？哈哈，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，只是我最先说出来而已。好，要话语权，是吧？好，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办，都给我滚！干嘛呀，老陈？你发这么大火干嘛？有事咱们慢慢商量。佳阳，你不对啊，你这态度，赶快道歉，给你爸道歉。佳阳，你不要叫他。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下个星期还来哟。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往后，你不要再管他。能不管吗？自己的孩子，别生这么大的气，慢慢做思想工作，我必须给他给做回来了。